1984年，一个个子不高、头上能长出天线的小老头，走进了中国千家万户的电视机。他能把自己隐身，能看透别人的心思，能遥指一物，能钻墙打洞。他就是火星叔叔马丁。1963年，当这部系列科幻电视剧在美国首次播出的时候，人类已经开始向火星发出探测器。此刻正是美苏两国在冷战背景下，以航天作为角力场，互相展示国家能力的时代。然而，从1960年到1964年，人类前6次探索火星的尝试均以失败告终。其实，人类对于火星的向往，并不是从这一刻才开始的。1609年，当伽利略第一次将望远镜指向夜空的那一刻，人类的天文学从此进入了望远镜时代，而伽利略也是第一个通过望远镜观测火星的人。就在伽利略去世1年后，诞生了另一位伟大的科学家艾萨克·牛顿。牛顿发明了反射式望远镜，与伽利略使用透镜折射的望远镜相比，反射式望远镜能够将物体放大倍率，又提高数倍。尽管如此，牛顿还是写下过这样一段话：即使制造望远镜的理论最终能被完全付诸实现，仍会有某种束缚，使得望远镜无能为力。因为我们是穿过大气仰望众星，而大气无时无刻不在颤动。1877年，这一年的9月5日，火星大冲，这意味着太阳、地球和火星依次排成一条直线，并且火星位于近日点附近，这是难得的观察火星的机会。此时，天文学家手中的望远镜更加精良，他们希望能够利用这次大冲的机会，尽可能观察到火星表面的细节，从而绘制出全新的火星地图。很快，大家的地图纷纷出炉，其中伽利略的老乡米兰布莱拉天文台台长斯基帕雷利的成果特别惊人。在他绘制的火星表面图上，记录了整整40条河道。这些纤细而规整的线条穿过大片沙漠，在整个地图上显得格外引人注目。据记载，斯基帕雷利是一个红绿色盲，也许正因为如此，他对视觉上的线条细节非常敏感。这些火星上的河道很快在地球上引发了轩然大波，因为当他的观测报告被译成英文时，河道被翻译成了带有强烈人工色彩的词“运河”。这就意味着火星上面有像我们地球人一样耕作的火星人。比起实际的观测，层出不穷的假设和猜想，反而占据了那段时间关于火星话题的主要部分。人们不断发挥着自己的想象力，火星上居住着智慧生命，他们建造了网状的运河系统。关于火星人的故事越来越多，越来越逼真，也越来越深入人心。火星运河的传说随着航天时代的来临而被终结。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近距离了解火星发生在1965年，水手4号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个成功到达火星的探测器。它于1965年7月14日从火星表面9800公里的上空掠过，向地球发回了共计5.2兆字节的火星信息。5.2兆不过是如今我们用手机随手拍下的2张普通照片数据量的大小。然而在当时，这却是人类首次获得的
22张近距离火星照片。尽管这些照片中大部分成像失败，但却开启了一个全新的时代。从此，空间探测器逐渐揭开了火星的神秘面纱，使人类得以详细地了解这颗星球。第一个成功环绕火星的探测器是美国的水手9号。1971年11月14日，当它到达火星时，出乎意料地发现整个星球笼罩在沙尘暴中。在沙尘暴的云雾中，还有一些凸起。尘埃落定后，科学家发现这是火山的峰顶。水手9号还在火星表面发现了一条大裂缝，后来被命名为水手大峡谷。水手9号绕着火星飞行了1年之久，发回了7329张照片，覆盖了这颗红色星球表面超过80%的部分。人类真正获得从火星表面发回来的照片是在4年半之后。美国的2个探测器维京1号和维京2号于1976年先后抵达火星，并成功向火星释放了着陆器。维京号代表着长期探索火星的开始，每一个航天器都工作了许多年，并发回了大量信息。2个维京号轨道探测器与2个着陆器一共发回了5万多张照片。然而，令人失望的是，他们都没有发现火星人的存在，甚至没有发现任何生命的痕迹。2020年7月23日13点17分，长征5号火箭完成了使命，以正中靶心的成绩，将天问1号探测器送到地火转移轨道的入口，并赋予它超过每秒11.2公里的飞行速度。天问1号与胖五分离，向着漆黑的深空飞去。探测器总重有5吨，这是人类历史上飞往火星吨位最大的探测器。前部的进入舱如同一个馒头，里面是着陆平台和火星车，后边是环绕器。在这条漫漫征途上，它要孤独地飞行近7个月，路程近5亿公里。在地球上，别说5亿公里，去个5公里的地方，我们都会打开导航软件。而这5亿公里的太空之旅，探测器怎样才能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行呢？要知道，去火星既没有地图，也没有路标，探测器也没有里程表，怎么知道天问1号走到哪里了？天问1号又是依靠什么来为它导航呢？想象一下，在浩瀚的太空中，它只不过是一粒尘埃。其实，从火箭起飞开始，测控系统就一刻不停地对天问1号进行跟踪测量，为它导航。依靠在全球多点设立的测控天线，向探测器发出无线电信号，利用探测器的应答回复信息，我们可以测量出探测器距离地球有多远，也可以知道它飞行的相对速度。然而，只知道距离和速度是远远不够的，它还要保证飞行在正确的道路上。我们给天问1号装了很多双眼睛，让它可以知道自己在深空中间我是朝向哪里，我是在什么位置，然后这样它才能知道我下一步该怎么走。对于探测器来说，首先要知道自己的姿态，自身姿态正确是保证行进方向正确的前提。我们地球上的物体是靠南北极磁场来确定它的南北，在太空中飞行的飞行器，也有几种，要么是按照太阳，要么是按照地球，还有一些是按照一些固定的恒星。飞得更远的话，就用更远的恒星去做它的敏感器，把这个恒星的指向作为3轴坐标的一个固定指向，去定位它。在环绕器上安装了4台恒星敏感器，
我们可以理解为，这是4台指向不同方向的相机，每台相机都在拍摄自己对应的星空。在从地球飞到火星的这段距离中，天球上每颗恒星的位置都是相对固定的。科学家为每台恒星敏感器带上了一组星图。恒星敏感器通过拍摄恒星、比对星图，帮助探测器确定姿态。本以为天问1号这段旅途会比较单调，不料仅仅出发5天，它就给我们带来了惊喜。7月28日，天问1号在飞离地球120万公里处回望家园，给地球和月球拍了张合影。在这幅黑白合影图像中，地球与月球一大一小，像2个弯弯的月牙，在茫茫宇宙中相互守望。照片发布的时候被特意横了过来，看，这像不像2个笑脸，送游子飞向远方？拍摄这张照片的相机是我国首次在航天器上使用的一款导航神器——光学导航敏感器。它是名副其实的千里眼，它的主业是拍摄火星，通过拍摄火星为探测器导航。离火星有1000万公里到10万公里的这个区间内，我们会有一个让气上的一个光学导航敏感器指向火星的这么一个需求。那个时候，我们就时刻的盯着火星。既然是导航神器，光是盯着火星，让探测器锁定目标飞过去还不够，它还要告诉探测器距离火星有多远。比如说1000万的时候，它可能在我们的图像上成像，它可能能成到个20×20这么大小的一个光斑。然后其他的恒星呢，它就相对会小一些，可能只有3×3的光斑。然后越往近里飞，比如说到了10万公里的时候，那个火星目标就很大了。根据我拍的尺寸、像素这些东西边缘来判断探测器跟它之间的距离、指向，这是一种新的，就是不通过地面，而是通过探测器上，我就可以自主导航的一种方式。这种新的自主导航方式，在天问1号任务中是作为地面无线电导航的备份手段使用。毕竟火星距离地球还是相对比较近的，今后在更遥远的深空探测任务中，光学导航敏感器有可能成为主力。因为随着距离的增加，无线电信号不仅会大幅衰减，同时还会在太空中多飞一会儿。天问1号上不仅有千里眼，还有顺风耳。探测器入轨后，环绕器上直径2.5米的定向天线展开，它要指向地球，并跟地球保持联系。不仅要接收地面的测控指令，还要把各种火星探测的科学数据传回地球。随着天问1号越飞越远，通信时延会越来越长，这为操控它提出了全新的挑战。我发一条指令到火星，其实需要22分钟最远的时候，然后同时呢，你发一个指令你要看它响应，再回来又22分钟，就时间就44分钟了。但40多分钟后，很多事儿可能已经变得更复杂、更难处理了。因此，针对地火之间距离远带来通信时延大的问题，设计师的解决办法是让天问1号更加聪明、更加强大，让它具备更强的自主管理能力。在设计之初，就把它可能遇到的问题做成一个个小模块，遇到麻烦了，它能够自己发现问题，找到解决办法。这就好比诸葛军师给他带上了一堆锦囊妙计。什么时候拿出来用，那就看天上是什么条件，或者是说地面判断说你要用这个妙计了，我就先把它调好准备着，一旦条件到了，我就用这个锦囊。所以说，要星上有一些自主的控制，都是我们想好的。天问1号飞向火星，
这是一条中国人从未走过的路，在这一路上看不到什么太多的风景，但却存在着复杂的空间环境。探测器出发后，首先摆脱地球的引力，在脱离地球的引力影响球之后，它轨道的中心天体就会从地球换成太阳。等到接近火星的时候，它又从太阳为中心天体变成了火星为中心天体。理论上讲，我们会沿着这条弹道往前飞，但是呢，所有的工程上的事情就是这样，在实际实施过程中间不可能没有误差。随着时间的增长和这个距离的越来越远，这个误差会被慢慢的放大。轨道修正就是要修正一个发射的偏差和轨道的扰动。这个扰动其实因素比较多，一个的话呢，就是说太阳的光压。光压，顾名思义，就是光照射到物体上产生的压力。其实我们的身体上每天都会受到光压，只不过同地球引力相比，光压对你的作用显得微不足道。但是在太空中，光压的力量是肉眼可见的。当彗星从太阳旁边飞过时，它的尘埃与气体分子受到光压的作用，就形成了美丽壮观的彗尾。所以呢，修正呢，就是到一定的时间呢，我们需要把它修一修，或让它回归到我们设计的这个轨道上来。在奔向火星的旅途中，天问1号要进行4次中途修正，而且每次修正用到了不同的发动机。环绕器上安装了8台120牛和12台25牛发动机，还有1台3000牛主发动机。我们呢，让发动机上了天以后，都要让它开机，看看它状态是不是好。修正的时候呢，让不同的发动机的组合来开机来做，这样呢，标定一下它在轨的这个工作的真正的工作状态。这就好像买了一辆新车，刚刚上路的时候，我们得先试一试一脚油踩下去车的反应如何。对于探测器的发动机来说，首次点火可以标定它在真空中的性能指标基准。而且，天问1号用的这款3000牛主发动机，还是头一次在太空中使用。向天问1号发送指令的是地面测控天线，在地球上有3套天线负责与天问1号联络。佳木斯深空站的66米口径天线，喀什深空站4个35米天线组成的天线阵，还有南美洲巴塔哥尼亚高原上阿根廷深空站的35米天线。它们随着地球的自转，接力式地对天问1号进行跟踪与控制，轮流跟它聊天儿。而且这个天儿聊的还有些奇怪。随着这个距离的越来越远，发出去的信号一直在路上。到了目标的时候，这个目标已经飞离了。当我们有上行的指令的注入的时候，是朝着它前进方向约20分钟左右的一个方向来进行发射。这样呢，当目标往前正常运行的时候，到达20分钟那个点，那它能够正常接收到咱们地面站上行发射的一些指令和一些动作。地面天线要说话的时候，不能正对着探测器，需要有提前量，接收的时候又有个滞后量。那探测器是不是也要如此操作呢？其实不然。天线口径越大，它发出的波束就越窄，能量也就越集中。天问1号上有大大小小好几套天线，直径2.5米的大天线波束最窄，宽度仅1度。在距离地球100万公里以上的时候，地球相对于天问1号来说就是一个点，所以探测器上的天线只要瞄准茫茫太空中的那个蓝色的点，地面天线就可以接收到探测器发回的信号。大天线的特点是发射功率高，通信质量好，码率高。但是当探测器需要调姿修正的时候，大天线就有可能对不上地球了。
测控输出那一块儿。我们气上其实配了很多天线，小天线的波束呢是那个正负50度的波束，就是很容易就可以把地球给覆盖了。但是呢，因为你这个天线小嘛，和地球能通信的这个码速率其实是很低的。不仅仅是传输码率低，小天线的信号也更加微弱，穿越几百上千万公里来到地面的信号细若游丝。口径越大，接收能力越强，因为我们都是做深空探测，越远的目标，它的信号就会越弱，相当于提升了我们接收微弱信号的这个能力，通过提高天线的口径来实现。这就好比用盆接雨水，盆越大，接的水越多。随着天问1号逐渐远去，佳木斯深空站的66米大口径天线不断刷新着通信距离的记录。然而，各村有各村的高招，在西部边陲戈壁滩中，喀什深空站的天线显得更加梦幻。这里三面环山，远离城镇，荒无人烟，自然条件虽然艰苦，但是电磁环境却十分理想。为完成火星任务，2020年喀什深空站在原有35米口径天线基础上，又建了3座35米口径天线，每座天线高40米，重950吨，4座天线组成天线阵，协同工作。深空探测系统呢，4乘35米天线阵系统，它是通过扩大天线阵的接收效率，来提高对超远距离、超长时间信号的接收能力。它的提升呢，主要就是提高了我们下行信号的接收能力，使我们的信号接收能力达到了超过4亿公里的探测需求。2020年国庆节前夕，此时天问1号距离地球2410万公里。他要为共和国71岁生日送来一份贺礼。地面发出指令，环绕器上突然弹出来一个小盒子，它翻滚着飞向远方。在小盒子的前后2个面上各有一个小相机，在翻滚中拍照。大概在0.3米每秒左右，就是它的分离速度。1到20米有效成像距离，所以你这么算下来，大概有1分钟左右的成像时间。就在这1分钟的时间里，相机除了不停地拍照，还通过 WiFi 信号将照片传给环绕器。天问1号在太空中留下了亮丽的身影，环绕器面板上的5星红旗格外鲜艳。环绕器两侧的太阳能帆板就像2只翅膀，总面积达到14平米。由于火星到太阳的距离要比地球远，所以光照强度就要弱很多。天问1号飞往火星，太阳能帆板的发电能力会逐渐下降。近火轨道是近地轨道太阳光强的大概1/3这个水平，这样的话可能就需要咱们太阳翼尽量要做得大。在环绕器上还安装了太阳敏感器，它负责指引太阳能帆板始终朝向太阳，为探测器获取足够的能源。在天问1号飞往火星的途中，它不会遇到小行星、彗星这类的小天体撞击。然而，看似孤寂的太空中，却是暗藏凶险，危机四伏。高能宇宙射线就像幽灵一样在太空中穿梭。控制探测器工作的星载计算机，也是由芯片存储器组成，运行由0、1组成的代码编写的程序。宇宙射线随时可能击中计算机元件。它这种射线的话是拦不住的，它穿过去的话，如果一累积的话，就从原来的1变成0，或者从0变成1，就进行翻转。这个就叫单离子翻转，因为你是用暗介质技术的嘛，它某一位翻转的话，那就不是这个程序了，就是说。这样一来，就意味着一旦遭受宇宙射线袭击，
发生单粒子翻转事件，探测器上的计算机就有可能执行错误的程序，这还了得？比如像播种这样关键时刻，你一旦做出错误的决定的话，就没有机会了。天问1号里面的大脑，它实际上有3个独立的计算单元和3块独立的存储区，相当于有3个大脑在同时做出判断。那么当有一个大脑做出错误的判断的时候，就很容易通过3级表决，我们就选出大多数人的判断，就不太会犯这种错误。在天问1号飞行的几个月里，单粒子翻转事件发生了几百次，有时一天就出现10来次。正是有了一个聪明的头脑，天问1号自主决策，将这些危害都化险为夷。其实我们总结下来，最重要的就是设计正确，产品可靠。这样的话，你的飞控也是比较省事的。你要是说老是要靠你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再飞，那就日子没法过了，就是时间跨入2021年，这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100年前，积贫积弱的中国，一群年轻人为了人民幸福和民族复兴，在黑暗中求索前行。100年后的今天，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首个行星探测器代表人类飞往另一个星球。2021年2月4日，天问1号传回首幅火星照片。这是一张黑白照片，由环绕器上的高分辨率相机获得。拍摄位置距离火星220万公里。几天之后，探测器将抵达火星，迎接它的将是一次关乎成败的大考。所以你一直在高速靠近火星，到火星的附近以后，我们需要踩一脚刹车。所以我们整个火星探测里面有一个比较难的难点，叫火星自动捕获。它就是因为你需要精确的轨道计算，在一个非常恰当的一个近地点一个点来全力的工作你的发动机，全力反推。自动捕获的这个机会呢是唯一，一旦有偏差，那么就可能会造成我们的自动捕获失败，然后变成一个飞越火星，然后我们的探测器就会变成一颗太阳系的行星。2月7日，天问1号距离火星还有60万公里，光学导航敏感器视野中的火星越来越大，探测器已经进入火星的引力影响球范围内了。受火星引力影响，它的速度越来越快。火星呢跟地球非常相似，是太阳系里各种特征比较起来，这个最接近地球的一颗行星。所以呢，研究火星，对比地球，可以呢判断我们地球的一些演变规律。那么对这个地球人类的这个生存和发展呢，是有会提供帮助的。